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娱乐速递。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最近讨论度持续升温的一部作品《竹玉》，以及张凌赫、田曦薇这组搭档背后真正撑起热度的到底是什么？最近围绕竹玉的讨论又被推高了一截。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剧组庆功场合中的公开露面，张凌赫和田曦薇现身，自然会引来一波关注。可真正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并不是演员出现了这件事本身，而是竹玉在这个时间点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气氛。剧还在被讨论，热度还没完全落下来，相关话题却已经开始从剧情本身慢慢往演员配合、角色化学反应，甚至幕后传播节奏上延伸了。这就很值得聊，因为一部剧真正进入大众视野，从来都不只是靠一个点。剧情能不能留下人，演员之间有没有让观众愿意继续磕下去的感觉，宣传有没有踩准节奏，这些东西经常不是分开的，而是一起发生，一起发力。现在大家在看竹玉，讨论的也早就不只是这部剧播的怎么样，而是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它现在的这股热到底主要是靠内容撑起来的，还是因为张凌赫和田曦薇这对搭档加上恰到好处的幕后传播，把整部剧的存在感进一步放大了。竹玉这波讨论为什么会让人停下来多看一眼？一部剧播完也好，成绩不错也好，主创合体露面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可有些剧的庆功只是流程，有些剧的庆功却像是在给原本就有热度的话题再添一把火。竹玉这一次显然更接近后者。当一部剧在大众印象里还没有结束的感觉时，任何一次公开露面都会被自动看成热度延续的信号。观众会觉得这部剧还在活着，角色还没从视野里退下去，演员也还在同一个话题场里，情绪于是就接上了。很多时候，真正能把热度续起来的，不是官方那种很硬的宣传词，而是这种看起来像顺势而为的公开场合。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只是几张画面，积则动态，却很容易让人重新把目光拉回竹玉身上。大家不是单纯在看演员出席了什么活动，而是在看这部剧是不是还在继续发酵。说白了，观众看的是氛围，看的是信号，也是看这部剧后续还能不能再往上走一段。如果只谈内容，竹玉为什么不可能完全脱离它本身的戏剧吸引力？当然，话说回来，一部剧能被反复提起，终究不可能完全脱离内容本身。这其实是最基础的一层，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因为传播最容易被看见，角色热搜也最容易被放大，于是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热度都是包装出来的。但只要追过剧的人都明白，观众不是那么容易一直被外部动静吊着走的。最开始可能会因为演员点进去，因为热搜停下来，因为某个片段好奇，但能不能继续看，还是要回到剧情节奏、角色关系、情绪推动这些最根本的东西上。竹玉之所以能形成现在这种剧外也有声音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正说明它至少把最基本的盘子撑住了。不一定意味着他在所有维度上都做到了极致，但至少说明他没有让观众迅速失去兴趣。尤其是现在的观众，对古偶、对角色线、对情绪推进的要求其实比以前更高。光靠一张脸，靠几个出圈瞬间，最多带来短期热议，很难维持持续讨论。真正能让大家从剧内聊到剧外，往往还是因为这部作品在某些部分给了观众情绪落点。所以，如果我们要问竹玉热不热，答案不能只看活动，也不能只看话题。它之所以能站住一点点，首先还是因为这部剧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以被讨论的基础。没有这一层，后面所有的加成都很容易变成空转。但现在最明显的推动力，可能并不只是剧情，而是观众对这对搭档的情绪投射。今天的观众追剧，早就不只是追故事了。大家在看剧情的同时，也在看角色之间的气场，看演员有没有真正把那种想继续看下去的情绪搭起来。尤其是当一部剧里的男女主有了比较强的画面式配度，或者说
给人一种站在一起就自然、有戏、有继续发酵空间的感觉时，讨论就会很快从剧情如何变成这对搭档到底行不行。张凌赫和田曦薇这次被频繁提起，其实就很符合这种传播逻辑。观众对一对搭档的关注，往往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剧播过程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可能是某场对手戏打动了人，可能是角色之间的张力刚好踩中了大众偏好，也可能只是两个人在同一画面里出现时，整体氛围就是顺眼。娱乐圈很多热度，看起来像是剧情在推，实际上真正扩散出去的时候，靠的常常是观众对搭档感的认领。而一旦这种认领形成，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从那一刻开始，大家不再只是站在观众的位置看剧，而是会主动参与讨论、剪片段、做对比、分析眼神、回看互动。这种参与感会比单纯看完一部戏然后离开要强很多。它能把一部剧从被播放变成被消费、被再传播、被持续提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剧明明剧情不算最炸裂，却总能一直有人谈，而有些剧数据看着不差，讨论却留不下来。从这个角度看，逐玉这波热度里，张凌赫和田曦薇的搭档效应显然是不能被低估的。它不一定是全部，但很可能是让这部剧从有成绩变成有存在感的关键一环。幕后传播的节奏感，才是把这种热度真正放大的那只手。在现在的内娱环境里，单靠作品自来水已经很难把一部剧推到更高的位置。内容要有，演员要稳，但如果传播节奏跟不上，热度很容易就散掉。大家每天接收到的信息太多了，一部剧稍微慢一点，话题就会被新的东西盖过去。所以，什么时候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让观众看到什么，这些都不是附属问题，而是决定热度能不能续上的关键问题。逐玉这次相关话题之所以又被拿出来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传播动作踩在了一个很容易被观众重新注意到的节点上。庆功场合本身就自带一点成绩被认可的意味，而演员合体出现，又天然会刺激角色滤镜和搭档滤镜。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现场，而是一种被包装的相对轻巧，但传播效果很强的后续故事。这种东西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像硬宣传那么有距离感，却又能精准把热度拉回来。说的再直白一点，现在很多剧的第二波讨论，不是从正片里来的，而是从剧外氛围里来的。比如主创同框、采访片段、庆功动态，一些不经意又刚好够被放大的互动。观众未必会觉得这是宣传，但身体很诚实，会点进去，会再看两眼，会继续聊。于是热度就不是一下子往上冲，而是被一点点续住。这种续住的能力，很多时候比短时间爆一下更重要。所以逐玉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它热不热，而是它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还能重新抓住注意力。答案很可能不是单选题。内容、搭档、传播，三者是叠在一起发力的。只是到了现在这个节点，幕后传播的精准度确实让原本已经存在的讨论声被放大得更明显了。大家真正关心的可能不是成绩，而是这部剧到底算不算站稳了。其实观众现在越来越敏感，一看到某部剧有庆功、有数字、有一连串被包装出来的成绩感，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单纯跟着欢呼，而是会多问一句，这到底是真热，还是只是在制造一种很热的氛围？这个问题放在逐玉身上也一样成立。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一场活动就直接得出太绝对的结论，也不能因为话题重新起来了，就简单把它归为爆了。但恰恰因为现在观众会多想一步，所以一部剧能不能真正站稳，反而更能被看出来。只要剧没有内容支撑，角色关系没有让人记住，演员组合没有留下情绪点，那些外部动作再怎么做，观众也不会持续买账。反过来说，一旦观众愿意在活动之外继续讨论这部剧，愿意争论它到底是靠什么热起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感。
因为真正没留痕迹的剧，连值不值得讨论都不会有，它只会安静的过去。可竹玉现在不是这样，它至少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大家开始分析它的热度成分，开始比较内容和搭档谁的贡献更大，开始把它放进更大的内娱传播语境里去看。而这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站稳的表现，不一定是最顶级意义上的站稳，但至少说明它没有被轻易淹没。一部剧真正走远，从来都不是靠一个理由。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竹玉现在这波讨论到底是靠内容，还是靠张凌赫和田曦薇的搭档效应，再加上幕后传播的加成？如果非要只选一个，答案可能都不够完整。更接近现实的说法应该是，内容给了这部剧可以被喜欢的基础，角色关系和演员配合给了它被放大的情绪入口，而恰到好处的传播节奏，则让这种情绪没有在剧播之后立刻散掉。三者叠在一起，才构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股竹玉还在继续被谈论的热度。娱乐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真正能留下来的，从来不是最响的一声，而是那种响过之后还能让人继续回头看的东西。作品本身要有抓手，演员之间要有让人愿意再看一眼的感觉，宣传又不能太硬太刻意，要像顺着情绪往前推。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而竹玉现在最值得关注的，也许不是他已经取得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还能不能把这股关注真正沉淀下来。是只停留在这对搭档很有讨论度，还是能继续往这部剧真的留下了角色，留下了情绪，留下了记忆点那个方向走？这个问题可能比任何一场庆功都更重要。那么大家怎么看？你们觉得竹玉现在被持续讨论，最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剧情本身撑住了底盘？是张凌赫和田曦薇这组搭档带来的化学反应？还是说真正厉害的是整部剧在剧外话题上的传播节奏？欢迎一起聊聊。